末日来临的那天，一点征兆都没有。明明是艳阳高照的金秋，一天之内气温下降到恐怖的-60°C。家里靠着偶然间发现的废弃防空洞躲过一劫。我的家在一个5线的小城，这里的人们乐观地说自己是生活在帝都10环的，怎么算都能算得上是半个帝都人。父母年轻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地被征占了。为了供养我们姐弟3人，父母只能不停地四处打零工。父亲开的一手的好拖拉机，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拖拉机逐渐在城市中失去踪影。后来在偶然间，母亲听说了老家那边对外承包荒山，老两口动了心思，一家人商量了商量，用占地给的补偿款，又找亲戚借了3万，老两口就回母亲的老家去包山了。荒山土地不是很适合种庄稼，父母都是有经验的老农民了，老两口一商量，不如就种果树吧，前期投入大，但是后期收入和维护都比种粮食和蔬菜要省事得多。当时还没有农家乐，父母的眼光也没这么超前，仅仅是看长期的一个收入，包山嘛，当然还是要挣钱的。那一年我刚刚高中毕业，考上了京都的大学。勤劳的人到哪都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父母7年多的精心照料，荒山上哪里还看得出当初的荒凉。漫山遍野的果树，人手有限，父母并没有种太多品种，选了2种梨树，本地人爱吃的一种苹果树，在边边角角的种一些梨子树、杏树，本地的樱桃树。为了方便，在果园里盖了房子，除了买农药化肥，赶集的时候买一些家里缺少的家用品，其他时候父母基本不怎么去下面的村镇。大学期间，我们姐3只要放假就跟着父母去果林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有时候会随手把吃剩的果核埋进土里。偶然一次，我跟弟弟2人闲来无事，就去果树林旁边的山转悠。受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年承包荒山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父母所承包的山附近的山头都没有承包出去，所以我2个处转悠，也不会误入别人家的地盘。2人边说话边溜达的，不知不觉就转悠到果树林旁的一个沟里了。弟弟手里拿着个树杈，不停地扒拉着地上的草丛，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毕竟是山里，还是小心点的好。咦，弟弟在前面停了下来，并招呼我过去。怎么了？顺着弟弟的手看过去，面前的杂草下赫然是一个黑黑的洞口，洞口边缘是石砖砌的，很是平整，看样子以前应该是有个门的，在一侧的石墙上有生锈的门锁眼，应该是当初偷门的人嫌弃太费事没砸下来。弟弟看看我，跃跃欲试，姐，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书上不都说大侠是进了山洞，然后就遇到奇遇了吗？我默默看了我弟一眼，还大侠呢，都大学生了，还这么中二，好吗？看着眼前黑黑的洞口，我的心里是十分抗拒的。要不咱们做个记号，明天叫上咱爸，咱们拿着点手电再进去看。这现在咱俩什么都没拿，黑了咕咚的，我可不进去。我弟瞅瞅眼前黑黑的洞口，抬头看看快下山的太阳，终是同意了我的提议。2个人做好记号，沿途做好路标，回家找父亲。我和弟弟2人赶在晚饭前回到家里。放假回家，老妈总觉得我们姐弟在学校吃的不好，每天换着样的给我俩做好吃的。那晚做的是烙大饼，卷着老妈炒的酸辣土豆丝，那滋味简直了。老爸习惯卷饼的时候放葱，他说大饼卷大葱才是最好吃的。老弟吃着饼，不停在饭桌上给我使眼色，眼角抽搐的像是得掉邪风一样。我假装看不见，只和父母说些学校趣事和果树林里的事。老弟见我始终不提山洞的事，只能自己上了。他假装夹菜，然后对老爸说：“爸，我大姐，我俩刚才在旁边的山沟里发现一个山洞，看着不像普通的山洞，那洞口还是用石头砌的呢。咱明天要不要去看看里面到底是干嘛的？”老爸嚼着大饼看向我，我咽下口中的大饼，想了下措辞：“老爸，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如果里面条件还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拾出来当个仓库什么的。山洞里气温还稳定。”老爸想了想，也觉得可行，就点头说明天吃过早饭，跟老弟我俩去看看。第2天，老弟奇迹般的没用叫醒服务，自己老早就爬起来了，屁颠屁颠的跟在老爸身后，吃过早饭就不停的催老爸：“咱们走着呀！”老妈在屋里拿出2个手电筒，递给老爸和弟弟，叮嘱我们3个要小心一点。老弟连连点头，表示知道了。3个人拿着手电筒，在家里拿2根铁锹杆，就沿着昨天的标记去探山洞。老爸看着眼前用石砖砌的洞口，跟弟弟我俩说：“这看着像是过去的防空洞，走，咱们进去瞧瞧。”说着，老爸在牵头带路，我和弟弟跟在后，就进了山洞。一番探查下来，我们发现这个山洞应该是早些年的物资存放的一个山洞，洞里面积很大，洞顶和墙壁都是水泥的，里面屋子有10多间，总面积怎么也得有2000来平。在2间上锁的屋子里，我们还发现了堆放的棉被，都捆绑码放的整整齐齐的，只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布料都风化了，用手一碰就碎了。洞里空气流通很好，还不潮湿。老爸转悠一圈后觉得收拾妥当后，当个仓库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果园的果树结果量越来越多，也不是每次都能及时卖掉的。回家跟老妈一商量，大家一致决定把山洞重新收拾一下当仓库。当时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日后会救了我们一大家子的命。转眼10多年过去了，时间不经过，很快来到了2032年。毕业后我就回到了家乡这个5线小城，找了工资没有多少，但是胜在稳定的工作。10年间，我从毕业到工作，从恋爱到结婚，再到成为一名妈妈，感觉每天都有苦有累有甜有咸，晃晃悠悠的10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期间，老弟也毕业结婚，妹妹因为智力的原因，小学勉强上到2年级就不上了。这些年一直跟在父母身边。29年的时候，经人介绍嫁给山下一户人家的小儿子，妹夫家里是3个男孩，妹夫是老小，父母又溺爱，从小竟然都没让上过学，不认字不识数。值得欣慰的是，妹妹2人日子过得还可以。32年的暑假，儿子一放假就吵着回姥姥家，没办法，孩子也知道回了姥姥家他就跟个山大王差不多。正好那段时间，老公我俩单位也比较忙，一商量就把娃打包送回父母家了。8月中旬，我跟老公放假回父母家接神兽回来，准备上学，正好弟弟一家也回父母家。
一大家人聚在果园，每天睡到自然醒，没事去果园摘摘果，偶尔去别的汕头捡点蘑菇。你别说着，日子过着还挺舒心。变故是在8月20号发生的。早上起来后，照例去果园溜达，手机一连串的响起短信提示音，难道是单位有啥急事了？我拿出手机翻看，是一条条的天气预警。可是发件人既不是国家气象部门，也不是地方气象部门，号码显示的是几个笑脸。我看着手机里诡异的短信，想着难道是最近新出现的电信诈骗？可是疫情当前，说气温要骤降，这8月的天能降到哪里去呢？而且这短信看着好像是恶搞短信的样子，没将短信放在心上。我继续逛我的果园。没走几步，老公来电话，让我赶紧回家。我在电话里问他是什么事，他也没说，只急促地催我赶紧回家。我折返身往家的方向走，路上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降温了，胳膊凉飕飕的。我搓搓胳膊，加紧了脚步。到家一看，一大家子人都在，弟弟和老公的神情很严肃，这是两人吵架了吗？我跟老公开玩笑地说，他拉过我坐下，然后拿出手机，我看着老公手机上那个仿佛恶搞短信一样的信息，心里头闪过一丝疑惑，怎么现在的恶搞短信也群发了吗？我也收到这个。弟弟看看我，把他手里的手机也递给我，我一看，一样的笑脸，一样的短信内容。这尼玛的，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呀！你俩什么意思？是相信短信上说的未来3天气温要骤降吗？老公和弟弟看看大家，又看看我说，我们觉得这个事，如果说只有一个人收到，那可能是恶搞，但是现在我们5个人都收到这样的短信，那就应该重视了。5个人，还有谁收到短信了？我问完就看见父母将手中的手机递到我面前，看着上面的内容，我只觉得后背一凉。抬头看着屋子里的家人，再想想短信的内容，我用力的用手搓了搓脸，看向老公。你觉得这是有人在给我们示警示吗？那这个人是谁？我们能相信吗？老公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早做打算也没什么坏处。听了老公的话，回想刚才回来的路上身上感受到的那不正常的凉意，我也觉得要做一些打算。就在这时，一直在床边带着弟弟妹妹玩耍的儿子惊呼出声：“妈妈，你看玻璃上好像有窗花了！刚8月份，窗户上怎么可能有窗花？”我和老公来到窗边一看，两人都定住了。窗户的边缘真的出现了冬季才有的冰窗花，两人缓了好几秒才对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震惊和决定。我们要抓紧时间准备，我们要努力活下去。毕竟那条短信上说了，未来3天里，地球上的气温最低可能会降到-100摄氏度。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在低温下生存的极限是-70度、-100度，谁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准备和活下去。屋子里的人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老爸和老公急中生智，给大家分组。极寒下想活下去，就得有相应的物资。极寒时取暖的问题是第一位，其次是食物和生活中的其他物资。老爸和老公两人把全家分成3组，老爸和老公一组负责借车拉物资，老爸拍着胸脯保证会开拖拉机就会开一切的车，姑且相信他吧，毕竟献血也来不及了。老妈我俩去镇上最大的粮站去购买粮食等物资，弟弟夫妻俩负责开车去市里购买棉被等生活物资，妹妹2口子负责在家看娃。分好工，大家开始盘算手里的钱。弟弟家2个孩子，开销较大，结婚这几年没攒下多少，合计不到5万块。父母这些年果园收益不错，日常又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老2口算了算，手里不到200万，其中还有110来万是前几年卖老房子的钱。妹妹2人的存款可以忽略不计，毕竟2个人都没有稳定工作，智力上又有缺陷。老公我俩因为公婆是双退休，压力小，加上公公家旧房拆迁，补偿款和这几年的存款有80万左右，大家的钱都整合在一起是285万，听着挺多，但是想到即将到来的极寒天气，大家心里还是没底。各种网贷什么的大家都没考虑，毕竟谁也不敢保证极寒天气能把世界秩序都破坏，到时候万一极寒天气挺过去了，高利贷的信息还存在，那后果不敢想象。取暖需要煤炭，需要木材，粮食和生活物资需要地方囤放，极寒天气也得有个地方避难，目前居住的地方显然都不行。这是老妈提起了早些年我和弟弟发现的那个山洞，山洞后来被老爸和老妈改成了仓库，这10多年下来，老2口又几次对山洞进行改进，现在的山洞早不是以前那个只能当仓库的山洞了。老妈说山洞里稍加改变就能住人，面积够大，存放物资和住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完全没问题，而且山洞当初修建的时候挖的就够深，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避难的。钱解决，避难的地点解决，接下来就兵分3路去采购。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干。首先，父母的钱都存的银行定期，想支取需要提前预约，父母抓紧给存钱的银行打电话预约明天取款。我和老公也是同样的操作，弟弟钱少，没必要存定期，因此他手里的5万元成了目前采购的资金主力。一直在旁边没怎么说话的弟媳，这是教大家看室内的温度计，大伙看着温度计那红红的细线以肉眼可察的速度在往下降，心里不觉得就对短信的内容又信服了很多分。跟银行确认好明天去取钱的时间，大家就按照分配好的任务出发了。老爸带着老公去找相熟的有大车的山下邻居借车，当然借车的时候，老爸很是郑重地跟主人家说要备点取暖的东西和吃食。至于邻居问借车做什么，老爸回人家女婿从外地淘到了2棵稀奇果树苗，咱们这没有，结果物流给放到镇上了，说什么都不给送货上门了。这个解释就很符合我爸的果农身份，不愧是我老爸。2人从常进树苗的人家买了2棵果树苗打掩护，去镇上跟老妈我俩会合。我和老妈直接去了镇上的粮库，根据家里的人口和日常饭量，老妈觉得既然是极端天气，短信上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就先按照5年的量去储存。直接找到办公室，打听好大量购买的这种要找那个部门，老妈我俩就直接去人家办公室了。负责人听到我俩的需求量很大，询问我们是要做什么。老妈看看我，没吱声。我急中生智，告诉人家我们是要开一家食品精加工的企业，由于暂时没找到合适的供货商，就想先在这进点原料生产着。
负责人没再过多询问，给我们报了批发价。大米老妈决定买5000斤，每袋50斤的话就是100袋，20斤一袋的小米来3000斤，50斤一袋的白面来6000斤，黄豆绿豆这种可以发豆芽的，老妈每样来了2000斤，花生米来了1000斤，其他杂七杂八的杂粮每样也都是按1000斤来要的。负责人一看，这是大单呀，告诉老妈我俩，由于要的数量种类挺多的，需要一点时间配货，问我们的联系方式，明天货装好车给我们打电话，现在需要我们先交点预付款，想着这会是下午了，其他物资购买也都是先预定。我和老妈跟负责人商量了一下，留下了2万的现金。等老妈我俩从办公楼里出来，发现外面比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气温又下降了不少。街上很多人在抱怨和议论，这天气有点反常啊，这怎么突然就降温了？低头看看老妈我俩身上的外套，心里也是暗暗着急，不知道短信上说的3天后的气温骤降靠不靠谱，会不会提前呀？我跟老妈在路边等老爸，一边商量着其余的物资该去哪买。老妈说取暖可以烧煤也可以烧柴，但是相对来说煤比柴烧的时间要长一些，而且比柴省地方。我俩决定去镇上卖煤的几家去看看，一定要多存点，万一极寒天气持续时间太长，后面还可以砍自家的果树，当然前提是人能出来的情况下。老妈又掏出手机给开车去市里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一定要买最厚棉被，多买，还有什么羽绒被什么的也是多买些的好。我突然想到，数量巨大的粮食要是真空状况下存放，应该会保存时间更长久一些，我又赶紧叮嘱弟弟去买些真空包装袋，要大尺寸，越多越好。这时旁边停下一辆大货车，老公从副驾驶那边跳下来跟我说，你别说，咱老爸没说错，会开拖拉机真的会开一切的车。我看着坐在驾驶座上洋洋得意的老爸，从心底里佩服老公。要知道老爸拖拉机都好多年不开了，平时在果园也就是开3轮摩托，这么大的大车老公还敢坐，这是无知者无畏啊。老爸等了一会见没人上前去夸赞他的车技，自己从车上下来了，问老妈接下来去哪，要不要搭他的顺风车。老妈我俩果断地摇了摇头。老妈说下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告诉老爸开车去远一些的地方，我俩就近，因为开着车很多沉的东西买完就直接扔车上了。考虑到以后住山洞里会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日光，老妈我俩扫荡了半个小镇的药房，主攻就是各种维生素和钙片，还有一些日常常备药。因为疫情的原因，口罩等防疫物资很紧俏，我们购买的药物相对来说库存量还可以。随后去跟老爸会合，一起去镇上各个水站买水，最大桶的桶装水每个水站都订了200桶，约定好明天来自取，毕竟现在有车，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交完各处水的定金加上买药，老爸跟老公2人又交了煤的定金。弟弟给我们的5万已经花光光了，买药刷光了我跟老公2人的医保卡，买水的路上路过种子店，我又花光了老公我俩手里的应急钱，买了很多粮食和蔬菜的种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里没钱，买什么都买不到。老妈，我们只能坐老爸这个无证人员的车回去。到家后4个人马上就都去山洞那边了，毕竟是以后的常住地，还是要收拾一下，物资回来了也好有地方存放，空间也需要规划规划。当初2000平左右的山洞，经过父母几年的改进和悄悄的扩大，现在已经有将近4000平了，比开始大出来1倍。看着这个大大的防空洞，我深深地看了父母一眼，总觉得他俩的神情透着些许的尴尬。可能是我这一眼看的时间有点长，老爸咳嗽着解释这个那个啊，那会儿那不是寻思地方大点，放的东西多吗？那这我也没干啥违法的事，我就往大挖了一点。那谁能想到一年一点的，他就挖了这么大了，是吧？虽然理智上我知道父母2人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结合现状来看，我也不得给老爸点个赞。这一点不是白挖的，这为我们日后的生存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储物空间。因为是极寒天气，老妈决定新挖出来的空间用作以后的生活区，靠外的地方都用来储物，而且挖得深，住着更防寒。确定好区域功能，4个人开始整理山洞，确定好以后居住的洞，大致的整理卫生，把一些没用的东西统一归放到临近洞口的房间。收拾完出来，外面已经黑天了，洞里的照明是老爸安装的充电式的灯，极寒天气下不知道会不会断电，照明这块也要解决。往回走的路上，接到弟弟的电话，他跟弟媳已经把棉被和棉衣什么的买好了，因为把存款都交给老妈我们了，弟弟他俩回市区后买东西就把手里的信用卡刷爆了。弟弟叮嘱我们等定期取出来后，一定要给他的信用卡先还上，极寒天气不破坏系统的话，他不至于逾期甚至失信。好吧，他是个心思慎密的娃。晚上的饭是妹妹做的，不求多美味了，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呀。庆幸的是，温度从下午到现在没有继续往下降，至少明天出去采购不会太冷，也不会有哄抢。这回大家才想起要给亲戚和相熟的朋友报信，让大家做好准备。弟媳说中午出发回市区的时候，已经给父母打过电话了，也叫父母来这边躲避，可是父母不放心家里，决定在家留守了。老公在跟老爸去借车的时候就给公婆去了电话，公婆说收拾一下家里，最晚后天中午赶过来跟我们会合。老妈给妹妹的公婆去了电话，告知他们即将发生的极寒天气，让他们早做准备，不行就来这边一起避难。妹妹的公婆表示就不来添乱了，毕竟还有2个儿子的家庭，3家人一起了。我微信群发了极寒天气的信息给同学和同事，给几个好朋友单独打了电话，很多人觉得很匪夷所思，觉得这是我们的手机集体中病毒了，也有一些表示会做好相应的准备。结果到底如何，只能看个人造化了。放下手机，看着同样操作的老公和弟弟夫妻俩，心里沉甸甸的压得不舒服。看着跟弟弟妹妹玩在一起的儿子，我觉得我一定要坚强，一家人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好好活下去。这一晚，除了3个孩子和妹妹妹夫，其余几人都没有休息好，都在想还要买些什么，需要多少钱，手里的钱够不够用。万一粮食吃完了，极寒天气还没有结束怎么办？早上起来，大家都又打起精神，简单的吃个煮面，就又分头行动了。弟弟上午留在家里等着昨天订的没送货上门，并结尾款。早起后，气温又开始下降了，比昨天好一些，目前的气温在5度左右，这已经不是8月份本地该有的气温了。
我和老公开自己的车，老爸还是无证驾驶开那辆借来的大车。当时借车的时候，邻居家的另一辆大车正好今天回来。如果他信了老爸的话，今天也有车开始储备物资。刚要出门，接到粮站电话，说是昨天订的粮食已经准备好了。我俩先去银行取出定期80万8小包，其中30万直接存地的银行卡里，其余的钱装进自己带的大兜子里。回车上给老妈打电话，去粮站接粮食。因为昨天的粮站订好了是自取，他们就是帮我们装车就行了。到了粮站，因为我们买的多，粮站还多增了我们10件粮站自产的花生油。装好车，把伪装用的树苗竖起来，粮食用扇布扇上，直接去镇上的屠宰场。老爸昨晚跟常买肉的那户人家订了15头猪、5头牛、20头羊。对方表示今天在屠宰场等我们，猪和牛我们可以直接在屠宰场提货，羊的话他给联系，最晚今天晚上就能到位。到了屠宰场，花了点钱请工人帮忙把猪和牛装上车，卖肉的大叔还额外增了我们50斤大骨头和5个猪头，猪和牛的下水一并都给我们了。储存的问题我们商量过了，极寒天气不需要额外的冷冻设备，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大冰箱。家里现有2个冰柜和一个大双开门的冰箱，能放下1头猪和1头牛。鸡肉和鱼虾这些放在明天采购。老妈找了市场里卖鸡的商户，订了100只鸡，并跟商户购买了20只下蛋鸡。老爸和老公开着大车回家卸货，我开车拉着老妈去买照明设备。载着老妈去买照明工具的路上，接到弟弟的微信，是一张图片，占据大半个院子的煤山和弟弟崩溃的表情包。看着堆积的煤山，我也很崩溃，这得怎么运到山洞去呀？还有那些粮食和后续买的物资，囤货一时爽，运货跑断肠。这怎么往山洞运输真的是个大问题，当初只想到山洞作为极寒天气的避难场所是很棒的选择，没去想后续的运输物资的事情。副驾的老妈很淡定，说咱们家人多力量大，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好，平时某音上的鸡汤文不是白读的。到了镇上的批发一条街，找到批发蜡烛的地方，跟老板要了全部的库存，幸好老板不是多事的人，并没有追问缘由，把蜡烛装上车，数量还不少，足足20几件。老妈我俩直接在批发一条街开启买模式，一条街的批发商铺，只有你想不多，没有你买不到。看到方便面，各个口味的来20件，交钱下午来提货。自热锅、螺蛳粉、火锅底料和蘸料饼干、真空鸭脖跟火腿，各种罐头巧克力、糖果都是把人家库存清空的架势在买，各家老板乐开花，我兜里的人民币刷刷往外飞，真的还没捂热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跟各家老板约定好下午来取货结尾款，在绝对的数量面前，我的小家用车真的不够看。路过干货店，老妈有一顿下单各种干货，什么菜干、蘑菇干、海货干，每样都是2大麻丝袋，同样等下午来取。有好奇的店家看我们买的数量巨大，问我们要干嘛。老妈看着货单上各种速食产品，终究没敢说什么捐赠和发福利的话。我们是开农家乐的山庄，明后天来2大团，要进山探险，让我们帮忙采购物资。我只能接过话头。去调料店也是一顿狂买，跟店主说是开大型饭店的。老妈扒拉着手指头，暗自盘算了一番，觉得差不多了。我俩开车往果园回，到家看到院子里多了一辆铲车，看来是老爸的手笔。中午吃完饭，老爸跟老妈说出去一趟，一会就回。下午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特意等他们，问他去干嘛，还神神秘秘的不说。一上午的时间都在忙着买这买那的，饭后休息的时候，看来一眼温度计已经马上要降到0度了。因为家里有孩子，妹夫早上起来就把家里的土锅炉烧上了。我猛地一拍大腿，老公，咱们光顾着买煤了，可是光有煤没有炉子呀，还有咱们去山洞睡哪呀？这明天就要急速降温了，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老公和弟弟2口子一听也跟着着急起来，是呀，吃的买了，烧的买了，睡啊，在哪做饭，这些都没人想到，还有1天半的时间，也不知道时间能不能够用。我们4个起身，想着赶紧去镇上看看，抓紧时间采买。刚出屋门，接到老妈的电话，让我们去山洞一趟。我跟老妈说了，我们几个要抓紧时间去买炉子和床。老妈说先来山洞，看过后再去买也不迟。我们4个只能先赶去山洞。进了洞，在靠里的一个房间口找到老妈，看样子是专门在等我们的。见我们几个到了，老妈领着我们进了房间里。原来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门，打开门，我们几个都惊呆了。屋里空间很大，屋里2侧砌了农村的火炕，每个火炕前都有一个柴火灶连接着，只要在柴火灶上做饭烧菜，就能把炕烧热，一举两得。正对着屋门有个大大的土锅炉，上面可以烧水热东西。屋子旁边还有个门，推开里面竟然是个厕所，那种农村的老式蹲坑，坑挖到哪里不知道，看着很深的样子。从这个屋子出来，往里走了几个房间，老爸又推开其中一间的门，然后在墙上一推，是个隐藏门。门后面的景象，我们4个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惊讶了，嘴没脱就已经很张脸了。隐藏门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天坑我跟弟弟多次探险都没看到，只听跑山的老人说过，这个山里有个大天坑，没想到我爸竟然把山洞给挖到天坑这了。天坑靠近山洞的附近，明显是人为的平整过了。我咽了好几口口水，才哆嗦着问老爸：“你这是每年挖了一点吗？这么大的工程，每个3年5载的，根本不可能完成。还有山洞里的布置，这老2口是想在这养老呀？”当时我们都没多想，只是觉得父母的举动歪打正着的救了大家伙，不是后来的坦白局。谁能想到老2口经历了什么？目瞪口呆的参观完豪华版山洞，除了老爸老2口，我们4个一直到回到果园，都还觉得如梦如幻。老妈跟老爸预约的存款是下午去取，我跟老公分头行动，存单是老妈的名，我跟老妈带上弟弟去取钱。老爸无证驾驶，带着老公拿着票据去批发一条街装货，车厢里的树苗是老演员了，乖乖的躺着出去，时刻准备着做好掩护工作。到了银行取好钱，先给老公的卡里存100万，上午买的东西都没付全款。老爸拉回家的猪和牛也没有给人家结清呢，因为认识人家才宽限了我们。
把弟弟买棉被、棉衣裤和1英防寒物品花掉的8万多信用卡先还上了。我们3人出发宠物市场，给家里2只看家护院的狗主子、猫主子买口粮，顺便看看其他物资有啥还需要补充。下午4点多，肉店的老板给老妈打电话，羊正好了。老妈给老爸去电话，让他去肉店拉上羊肉，顺便去水产哪里看看都有什么鱼，全包圆了，然后去菜市场跟我们会合。我跟老妈去菜市场给菜市场清空了几个菜摊，大家钱刷刷的往外付，东西一件件、一袋袋的装车，车装的快满了才停止，让老爸跟老公先开车回去，我和老妈去买日用品。晚上到家的时候，老公和老爸还没回来，按理应该是早就到家了的。我给老公打电话，语音提示不在服务区，这就奇怪了，他们开车去山洞了，那边也没路呀。过了一会，院里传来发动机声，是老爸他俩回来了。下车后的老公拉着我就往屋里走，边走边跟我说太魔幻了。原来老爸开车从林子里直接穿到了天坑那里，两人把下午买的物资直接就卸到天坑了。晚上老爸要把院子里的煤和粮食也运过去，毕竟明天就大降温了，具体会降温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我就很好奇，林子里那么宽敞吗？能开车？老公低声说，看着像是被人修整过，但是地上看不出来，只是树的距离正好可以过一辆车，但是不自信看是看不出来的。我回头看看老爸，这老爷子绝对有事瞒着大家啊！晚上吃过饭后的运输过程，不想详细说，一回忆都觉得身上的肉疼。一家8口成年人，留了妹妹在家看孩子们睡觉，其余的齐上阵，装卸到后半夜才算完事。大家都累得沾枕头就着了，第2天大家伙是被冻醒的。按理妹夫昨天就把锅炉烧上了，不应该这么冷的。大家哆哆嗦嗦的出被窝，迅速的穿上衣服。我特意看来看孩子，这2天忙着买东西，都没怎么跟孩子说话。小家伙睡得还行，我摸了摸被子里还可以，又把我的被子搭在小家伙身上，跟老公来到客厅。大家都起来了，温度计已经是0下了。拿出手机，看着天气预报页面上不停变动的数字，大家知道极寒天塌来了。外面响起狗叫声，老公穿上棉袄出去开门，是公婆赶过来了。由于一些事耽误了一下，昨晚没有赶过来，早上的异常气温让老2口抓紧时间干了过来。公公说市里已经乱套了，大家都在疯抢物资，可是大型的商超还没有开门，市场里都挤不进去了。老2口说话都喷白雾了，气温还在下降，速度还不慢。屋外给2只狗喝水的盆已经冻上了，地上能看见冻的霜。大家进屋，最后再收拾一下，把家里能带上的都打包带走。老妈告诉老爸，先去把人家的车还了，在驾驶室里给车主留了1万元钱，有给加满。过来将近1个小时，老爸才回来，说下面镇上都乱套了，人们买东西都跟不要钱似的，有很多人都在开车往市里赶。回来见我们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等老爸的时候，我们几个小辈已经往山洞运了一趟了。现在剩下的不是很多了，毕竟大批的都在昨晚运过去了。老公看顾着公婆，我领着儿子，儿子背包里背着喵主子，弟弟2口子一人领1个孩子，妹夫跟着老爸老妈领着家里的2只狗狗，大家一起往山洞赶去。刚进山洞所在的山沟，天上就开始飘起零星的小雪，越往里走雪越大，大家抓紧时间赶路。等到山洞的时候，雪花已经不能再称之为雪花了，像是一个个雪球砸向地面。幸好大家提前都穿得比较厚，冷倒是没觉得多冷。进了山洞，以防万一，老爸跟老公把洞口的门锁上后，又在里面加固了一番。公婆第一次来山洞，见到里面的情景和储存的物资，震惊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几个刚见到天坑的时候。靠近洞口的房间，我们没存放什么物资，毕竟后面天气太冷，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洞内的情况。大家走到住的房间，把身上带的东西都大致整理了一下。妹夫和老爸把屋里那个巨大的土锅炉点燃了，锅炉和柴火灶的烟道都是直通天坑那边的，杜绝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发生。老妈领着婆婆参观了存放物资的房间和卫生间，带着老2口去看了天坑，把老2口震惊的呢，直念道：幸好到这来了，幸好到这来了。外面的雪经过这么一会的功夫，已经下了快半米深了。我们5个年轻的又把剩余的在天坑的物资搬进山洞，分类放好。除了生炉火的房间，其他房间的温度都很低，蔬菜都冻上了，比任何的速冻冰箱效果都好。各种肉类都分类放在相邻的2个房间里，粮食单独拥有1个房间，煤占了7个房间。天知道，昨晚往洞里推煤的时候，真的想原地去世，太多了。现在看满满的温暖。老爸不知道从哪里掏出几箱蓄电式照明灯，还有一堆的蓄电池。现在我们对老爸时不时的变魔术行为已经快习惯了，惊讶也只是小小的惊讶一下了。这回房间里的温度已经上来了，大家把外面的厚外套脱去，老妈我俩开始准备午餐。老公拿着手机刷着社会新闻和某音，想看看外面什么情况，结果信号哪里大大的叹号劝退了他。老爸看他皱着眉头扒拉手机，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告诉他本来就是在山里，再加上咱们都待在山洞里，没有信号是正常的。奉命去天坑那边观察的弟弟这时回来了，冻得直搓手。他说那温度计拿到外面那红线跟疯了似的往下跑，现在外面是零下45度，这已经是当地罕见的低温了。如果是在冬季，可能大家只会说今年是冷冬，但是现在是秋季啊。昨晚的降温可能不会影响太大，但是今天上午的急速降温，对毫无准备的人们来说，绝对是一场不小的灾难。这时的我们无法想象极寒那天零下100度会是什么样的恐怖场景。我们大家躲在山洞岁月静好时，外面的世界已经乱了。突然的急速降温将毫无准备的人们打得措手不及。15号上午我们收到的预警短信，17号晚政府发布寒潮预警黄色警报。虽然连续2天的降温，但是人们都只是以为天气反常，每年这个时候也会有下面的某个地方下雪的报道。18号早上人们都是在睡梦中被冻醒的，急速的降温，就算是神经再大条的人也意识到不对了。这时政府的寒潮预警升级为红色了，并且官方表示这并不是寒潮的最高预警，而是现有的最高预警只到红色，寒潮持续时间专家还不能预定。政府呼吁大家及早做好居家避难的准备。反应过来的人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超市和市场，
由于时间太早，很多大型的超市还没有开门，大市场成了人们的首选。市场里人挤着人，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往里挤，想离售卖的各种商品再近一点。有很多黑心的商贩趁机哄抬物价，平时几毛钱一斤的大白菜被卖到10多块钱一斤，1元多2元多的蔬菜被卖到10几20几块一斤。就算这样，还是被降温吓到的人们抢购一空，因为谁也不知道放手了现在的10多块一斤的大白菜，后面是否还能买到它。有些嗅到商机的粮店，早上早起来开门售卖，150一袋的大米涨价到300一袋，依然被购买一空。很多上年纪的人没有年轻人体力好，在抢购的时候只能望人群兴叹，还有很多地方在抢购的过程中发生踩踏事件。在一些无人发现的角落，违法事件也在悄悄地发生。政府虽然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采取措施，可是毕竟人力物力有限，警察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路上的信号灯已经形同虚设，交警的双手挥出残影，也阻挡不了闯红灯的车辆和哨子，吹得再响也吹不响人们的秩序。随着降雪越来越大，抢到物资和没有抢到物资的人们都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最起码家里还能遮挡雪花。政府紧急启动供暖措施，供热公司提前向全市用户供暖。新闻里，政府发言人也在向广大市民保证，大家的生活物资一定不会短缺，大家要齐心合力，共克时艰。大家躁动的心在政府和供暖公司提前供暖的情况下得到缓解，不管有没有抢到物资，由于2年的疫情，大家都养成了囤货的习惯，各自家中的存粮都能挺一段时间。到了18号夜间，气温已经降到零下50度了，对于日常零下30度就算冷冻的老家人们来说，这气温已经算变态了。虽然供热公司供暖了，但是屋里的气温不比往年，大家在家里还是要穿上些长袖衣物。一些老旧小区密封不好，供热管道老化，屋里的气温已经是零下了。人们抱怨这天气反常的太猝不及防，一点准备都没有。可是准备了又能好到哪去呢？我们全家在山洞里有照明灯的存在，暂时还是挺亮堂。大个的土锅炉将房间烘得暖暖的，几个孩子受不住热，已经穿薄衣服在炕上玩了。老妈不知在那个房间给3个孩子拿来儿童书和玩具。3个孩子虽然困惑为什么要住到山洞里，但是看大人们紧张兮兮的，也就没有闹着问，安静的在一起玩耍看书。中午在柴火灶上做的饭和菜，东北名菜一锅出。但是孩子吃饱喝足了，都躺在炕上睡了一会。毕竟这2天的奔波采购和运送物资，真的不是假累，是真累啊！3个孩子在各个房间跑来跑去的查看，婆婆和老妈的他们几个穿上了稍厚一些的衣物。毕竟除了居住的这个房间有取暖设备，其他房间都是天然的冷库。这时候就得佩服老爸选的这个住所了，冬暖夏凉的夏凉不凉不知道，冬暖是真的暖。外面零下40、50度，山洞里中间位置的房间温度能达到零上15、16度，靠近山沟那边的房间温度在0度左右，肉类基本都放在那边。靠近天坑的这几个房间温度也在零上，住的房间因为有锅炉，室温在零上28度左右，已经很暖和了。这回老爸已经把锅炉压上了，不让它燃烧过旺，屋里太热也不行。再说还有2个火炕呢。3个孩子跑完几个房间，发现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大的山洞，分成了一个个的小房间，一点也不好玩，不惊险。拉着老妈吵着要出去玩，这回正是太阳好的时候，美其名曰要出去补钙。老公告诉儿子，外面降温了，只能在屋里玩，出去会冻坏的。可是弟弟的2娃也不干，都要出去，就要出去，怎么说都不好用，他们就是要出去玩。我正要给他们一顿爱的教育，老妈拦住了我，领着3个孩子来到旁边的房间，就见老妈跟大力神似的，把整面墙都推到了一边，露出里面的整面地用厚厚的玻璃砖砌的墙。虽然透光性不如玻璃，但是在这个极寒的时候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我的表情已经不是口吞鸭蛋了，鸵鸟蛋都能吞了。如果不是有下颚骨在阻拦，我的下巴已经跟大地进行 N 次的亲密接触了。最近这2天，老爸跟老妈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已经让我们接受不良了。我觉得找个时间，我要跟老爸他们俩单独谈谈了。这山洞的变化，简单的1年挖一点的解释，显然已经有点侮辱我的智商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老爸跟老妈改造这个山洞，还真的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就像是怎么说呢？提前预知了极寒天气的到来，然后有目的的改造这个山洞。不是这个山洞是我跟弟弟发现的，我都要以为这是老爸自己的老巢了。3个小崽子在玻璃墙前大呼小叫，显得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虽然我暗戳戳的摸了好几把，但是我坚信我的小动作没有人发现。老妈看着3个孩子把炕上的书和玩具搬过来，转身给3个孩子找来一块大厚扇布铺在玻璃砖墙前面，透过玻璃砖墙能看出外面的雪已经是雪球的状态了，地上积雪已经有1米左右了。老公来到我身后，安抚地拍拍我的背，放心吧，至少短时间内我们还是安全的，最坏也不过是一死，全家人在一起怕什么？是啊，比起毫无准备的其他人，我们一家何其幸运了，那就更应该坚强地活下去。下午大伙一起动手，把买回来的粮食进行真空包装，按袋子上的生产日期远近码放好，把各种蔬菜和水果都按照保存时间长短来摆放整齐。老妈我俩在批发一条街买的医用物资也都按保质期摆放好，方便后期拿取。看着满满几个房间的物资和煤炭，大家心里对极寒天气的恐惧小了一些。就像老公说的，最起码大家都在一起。晚上缓过来一些的众人觉得下雪天跟火锅是最配的，正好围在大锅旁吃火锅。心情不错的老爸非得拉着公公一起喝点，说是2人好久没一起喝酒了，这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必须喝点。难得的是老妈和婆婆都没有阻拦。神经紧绷的这3天终于能放松了，我们几个小辈也跟着每人少喝了一点。山下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由于雪越下越大，到傍晚的时候市区的积雪就达到1米深了。住在低楼层的住户看着窗外跟窗台齐平的积雪，看着天上像鸡蛋一样大的雪球密密麻麻的不停在下，心里越来越不安。这回的供暖对于低楼层的住户来说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能是积雪太厚了，也可能是外面的气温太低了，供暖管道里的热水已经不再滚热。高楼的住户觉得家里四处漏风，靠近漏风的地方时，冷空气像一根根钢针扎在身上一样。这时的电还在，家里有空调的都打开空调，想给室内升温，可是很多人发现空调根本不启动了。
有电暖气的把电暖气调到最大档，可是也只是靠近电暖气的时候有热气，提前供暖不到1天就夭折了。家里有限的取暖设备又不能提供它相应的热度，人们把家里保暖的衣物都找出来穿在身上了。手机里和新闻上还在播报着气温在持续下降，不停的下降，加上降雪，温度更是冷上加冷。人们用喝热水、吃热的食物来给身体带来更多的热量，虽然杯水车薪，但是聊胜于无。供暖的停滞让严寒中的人们心情都有些浮躁，各个小区物业群、同学群、工作群、购物群等等各种群里，大家都在讨论极寒天气的到来。大多数人表示很担忧，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多久？政府说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是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几年？最低气温会降到多少度？这些都是未知的。群里人说，这次的极寒天气是全球性的，这是地球对人类的报复。这几年的生态环境破坏得太严重了，坏人坏事太多了，人类遭报应了。大家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时候政府只是呼吁大家停工停产停课，居家避难，政府会保障大家的生活物资。至于这场极寒天气最低气温会降到多少，什么时候会结束都没有告诉大家。在寒冷中，山下的人们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外面的雪也下了一夜。18号这天，短信中提到的极寒天气正式降临了。2032年的8月18日，终究是被记入史册的一天。19号的早上，气温没有再下降，维持在零下55度左右，雪没有停。经过一晚，外面的雪已经成功把1楼淹没。住在1楼的人们早上起来看见外面的天还是黑的，以为是阴天，可是透过窗户仔细看才发现哪里是阴天，是被埋在雪里了。以前在新闻上看过北方某些地方冬天的时候下大雪把房子都盖住了，人们得从屋里挖一条通往外面的通道。看的时候它只是新闻，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其中的滋味。很多社区群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求救的信息，低楼层的想去高楼层的住户家中暂避一下，求收留。有很多心思活络的会在求救信息后加一句物资充足，可与收留者共享。有的人看到信息嗤之以鼻，有的悄悄加对方联系人，更多的人持观望的态度。毕竟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未来怎么样谁都说不准。而且人心隔肚皮，谁有知道自己一时的好心不会成为农夫与蛇里的农夫？东郭先生与狼的东郭呢？电视上政府还在极尽所能的在安抚群众，声称一定会保证大家的生活物资。可是这种全球性的极寒天气又是突然降临的，其他地方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很多地方因为极寒天气的突然降临，有大量的老年人和流浪汉的生命被带走了，很多人在睡梦中永远的离开了。庆幸的是疫情的原因，全国上下都养成了囤粮的习惯，至少目前大家温饱中的饱还能保证。温暖好像一天之间就离大家远去了，有限的取暖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以后，很多人发现煤气还能正常使用，那煤气点燃就是火，有火不就暖和了吗？这个时候的人已经不会再过多的去考虑在家里点火会带来那些危险，大家只想在当下极寒的天气下先活下去。是的，只有活着，一切就都还有希望，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家里有学生的把学生的书点了，现代化的居住环境不可能有炉子，那就用家里的不锈钢盆把书本点燃，全家围在盆边取暖。没有书的拆家里的家具，逼到这个份上还在乎什么花了多少个 W 装修的简欧风还是地中海风，都后悔当初没多打几组柜子，那样能多烧几天。我们在山洞里，外面的严寒并没有对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居住的地方换了，大家对住在一个大房间睡在2张大火炕上的事情接受得很是迅速。毕竟当下来看，能有个温暖的地方睡觉，能吃饱，还能看见外面的天，已经是很多人的奢望了。老公我俩带着3个孩子跟公婆睡一个炕，老爸老妈弟弟2口跟妹妹一家睡一个炕。早上起来后把被褥叠好放进炕上的炕柜里，平时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待在炕上，有时也去其他房间溜达溜达。透过玻璃砖墙能看见外面的雪一点没有减小，整个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好在积雪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进来时的山洞估计已经被积雪掩埋了，正好把我们很好的藏了起来。天坑这边就更没关系了，能在茫茫大山里找到这里真的需要很大的运气。再说天气它不允许呀，老妈早上一个锅里煮了小米粥，一个锅里热了几个买来的豆沙包，我跟老公带着孩子们洗漱，简单的刷个牙还是要的，用水把毛巾打湿，大家擦擦脸就算是洗脸了。准备吃饭的时候，老妈看我们几个头发都没湿，问我们是不是没洗脸。我说都这会了，要啥自行车呀，擦擦就中了呗，那水是不得省着点用吗？老妈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我，指指外面那么厚的雪，化点水洗脸不够吗？很难吗？我得承认，我这智商确实含着点白痴的成分。外面的雪表示自己的存在感这么渺小了吗？那要不要再下的大一些？吃完饭，穿上厚厚的大棉袄，出去铲了2盆雪回来花开，我们几个重新洗脸。3个孩子去昨天老妈铺的扇布上去玩了，没有电，没有网，一切的休闲活动就是唠嗑、发呆、睡觉、吃饭、上厕所。我以为的避难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看着眼前4个老人掏出扑克围在一起，我是淡定的。看到弟弟不知道从哪拎出来的麻将，并迅速组成队的时候，我惊呆了。这玩意是什么时候混进屋子里进来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会扑克，不会麻将。本来弟弟他们是3缺1的，可是没上过学的妹夫说他会，并迅速加入后，屋里的情况就尴尬了。3个孩子玩得很嗨皮，老爸他们扑克甩得风生水起，弟弟他们也是搓到飞起，妹妹自发坐在妹夫身后观战。虽然我觉得他并没有比我多懂多少，但是线下屋里的闲人还真就剩我自己了。由于没有成功加入扑克战队，也没有加入麻将战队，中午做饭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我身上了。很好，他们在休闲娱乐上鄙视我，我就要用美食来征服他们。去洞口那边选了2条鱼，顺便看看已经自发给自己找好位置的2只汪汪队。喵主子已经自发的住到炕上了，这会还在打呼噜。老妈买的20只下蛋鸡暂时养在这边，等后期温度再降的时候再看要不要挪窝。天气寒冷，只能铁锅炖能解救众生。我把2条鱼都炖上了，人数太多，我又加了1颗大白菜和4个土豆，外加3块老豆腐。另一个铁锅用来捞米饭，小的时候吃过，用捞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格外好吃。
其实就是把米煮开，用罩篱捞出来，水分不用控得太干，米放盆里，煮米的水就是米汤，很有营养，但是我从下就喝不来。把米汤盛出来，再把米饭倒回锅里，灶里留小火，慢慢烘烤，闻到淡淡的米饭焦香味就是好了。米饭盛出来后，锅底会有一层米饭锅巴，焦香酥脆，非常好吃。3个孩子哪见过米饭锅巴，争着抢着的就把锅巴吃没了。饭后画点雪刷碗，大家都睡了一觉。下午雪没停，老爸带着老公和弟弟出去收集雪，以备不时之需。城市里的积雪已经达到1楼半的高度了，有好心人收留的低楼层住户搬走了，没有人收留的住户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窗子满满被积雪覆盖住，好处是被雪盖住了，还能挡住一部分的寒风。大家靠着家里的存粮，除了冷，其他倒也还好。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天气如果就维持在现在这样，别持续时间太长，也还可以，这极寒天气也还是挺好度过的。可能人们的侥幸小心思被上面知道了，下午4点左右起风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员说，目前风力达到8级，风力还在加强，大家一定要听政府安排居家避难。主持人不强调，也不会有人出去的，因为真的出不去，太冷了。本来就零下55度的天气还降雪，现在再加上强风，屋外的能见度瞬间降为0，满目的雪，大个的雪球被强风搅碎，变成漫天飞舞的雪花。人们在屋里听着外面狂风刮出的呜呜声，身上都觉得又冷这几分。以前觉得房屋密封还可以的人们，惊恐地发现原来家里还有这么多的漏风的地方，细细小小的缝隙，肉眼根本看不见，但是稍稍靠近就能感觉到外面的寒风像是实质了一样的刮在身上，瞬间穿透身上穿的衣物，直达身体。人们妄图用裹紧身上的衣物来抵御严寒，可以连盆里的火苗都被突如其来的寒风压制得小了很多。寒气从越来越多的地方侵蚀着人们身上有限的热量。随着气温越来越冷，人们还发现以前烧开一锅水用几分钟就可以了，现在需要20几分钟，水还不能完全烧开，就像高原上那永远烧不到100度的水一样，水只是冒热气，也只能烧到冒热气，沸腾是沸腾不起来了。电力系统还在顽强的坚持，网络也还用满格的信号告诉大家它的存在。各个群里已经没有多少求助信息了，可能是求助过但是没有用，可能是不想求助了，还可能是求助的人已经不在了。不到2天的时间，这个世界就陷入一片白茫茫了，入目可及之处皆是一片白色。不知道天上那些空间站还在吗？空间站里的人看地球应该只是一个颜色吧？这个地球还是那个蓝色星球吗？在山洞的我们在下午睡醒后又去整理了一下物资，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样的无聊，我强制压着3个孩子背诵古诗词去，我在旁边监督。下午起风的时候，孩子正在大声地背那句大风起兮云飞扬，我听着天坑里传来的呜咽声，知道外面起风了。透过玻璃砖墙能看见外面被风搅碎的雪打着旋的上下飞舞，屋里这面的玻璃砖上已经有雾气了。值得表扬的是，老爸当初砌玻璃砖墙的时候勾缝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挨着玻璃砖墙坐着都感觉不到透风。2只汪汪队已经将未来生活的空间打探详实，开启了撒欢模式，像俩傻狗一样追来追去的疯跑。喵主子这会已经醒了，蹲在炕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2只狗跑过来追过去的。我坐在玻璃砖墙前，身前是我的家人，一片岁月静好，身后是天坑，狂风怒号，卷着雪花四处飞虐。如果没有那条市井短信，现在的我们肯定也像山下的人一样，在寒冷中挣扎着活着。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给我们发的市井短信，无从查证。但是我知道，我们都深深地感谢发短信的人，感谢他让我们有机会做准备，有能力保护家人。虽然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挺到极寒天气的结束，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至少现在我们还活着，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活着，这就够了，不是吗？自己伤春悲秋一阵，发现并没有人发现我情绪上的波动。好吧，我果然不是这个家里被疼爱的那个。刚要叹气，老妈嗷一嗓子，喊我过去帮她搭把手。低迷气氛瞬间消退，我赶紧跑到老妈跟前，我以为是什么大事需要我的帮助，结果老妈递给我一根针，让我帮忙把线穿上，就很好。伴随着19号的大风，山下的人们惊恐地发现温度又下降了，呼号的大风带着硕大的雪花，将温度直接降到了零下60度，并还在持续下降。屋里的人们把能穿的厚衣物都穿上了，把家里的厚被子围在身上，将家具砸碎，点燃后取暖。电力系统终于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哀鸣中断电了，自来水也在急速的降温下冻住不再出水。随着停水停电，手机上的信号也无情地跟大家再见了。每个家庭都成了极寒天气下的孤岛，无法感知外界，也无法向外传递信息。如果说单纯的断电，人们可能不会太恐慌，可是水一停，问题就大了。没有电可以靠火来做食物，可是没有水，难道要单用火做食物吗？人3天不吃饭没什么问题，3天不喝水就完蛋了。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了屋外那源源不断的雪花，化了以后不就是水吗？卫生的问题，人都要死了，还考虑什么卫生不卫生的呢？能活下去才是真的。家里有年轻强壮的都出动到低楼层取雪，上了年纪的也硬撑着去取雪化水。那些本来就住在低楼层的人们很是庆幸，不用暴露在极寒下太久就能取到雪，而且因为整个屋子埋在雪里，那些厚厚的积雪竟然还起到一点保温的效果。人们都在想尽办法保证自己和家人活下去。极寒的天气让人们露在外面的皮肤像千万的钢针在扎，强烈的扎过后就是麻木。都说人的眼睛人身体上最不怕冷的部位，可是在极寒的天气下，真的让人感觉眼睛冻得生疼。人们像一个个圆球一样，把一切能保暖的东西穿在自己的身上，来维持自己的体温。可是只要是想活下去，就要吃东西，吃东西就要做。手刚伸出来，就能感觉冷空气像一把把小刀在飞快地切割着你的手，即使戴着手套，也丝毫不能阻挡寒冷攻击你的双手。你只能用最快的速度去做你想做的事，然后把手放到火跟前烤一烤，不然你的双手就会很快失去直觉，彻底被冻到坏死。因为降温山洞也受到了影响，靠近入口的房间温度已经降到了0下了，房间里的东西都彻底冻上了。
靠近天坑这边情况反而没有太坏，因为这个天坑本来就有点保温的性质，加上我们住的房间生了一个大个的土锅炉，还有2个柴火灶，热气通过房门和墙也传到旁边的房间。因为降温，老爸把土锅炉烧得旺旺的，热气扑面。因为怕把水都冻上，我们搬了几桶水放在住的房间内，其余的还是放在储存的房间里。屋子充裕，房间温暖，如果不是因为外面呼啸的狂风大雪，这样的日子也不失其小美好。接下来几天气温以每天5度的速度缓慢往下降，过了5天以后，我们就不知道外面的气温到底降到多少度了，因为当时我们买的温度计最低气温在零下60度，再往下就没有刻度了。我们知道外面在持续降温，是因为山洞里的气温一直在下降。1周以后，室内最高温度是零下3度，房间里的锅炉日夜不停，都是大火在燃烧，2个柴火灶里的煤火也没有熄灭，房间里的温度能维持在0上10度左右。孩子们穿上了毛衣马甲。在刚一降温的时候，老爸领着老公和弟弟出去砍了2天的树，拖到房间附近，以防万一。1周后，雪停了，封住了，山下的世界彻底淹没在茫茫白雪里，好多低矮的房屋消失不见了，都被埋在雪里了。一座座高楼像一块块积木插在茫茫雪原上，大街消失了，楼房5层一下被雪花彻底埋住了。这1周的持续降温，很多人永远的在寒冷中沉睡了，可能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坚强的活下去。这1周里，很多人将家里的冰箱清空了，粮食还有，只能靠雪水来煮粥吃。成年人还好，孩子们很快就受不了了，要忍受寒冷，还吃不好，就跟家长哭闹，眼泪落下的一瞬间就凝结成冰，冻在脸上。家长们心疼地看着昔日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如今嘴唇青紫干裂，脸色蜡黄，心里止不住的抽痛。可是真的没有办法，但凡能出去找寻物资，家长们都能拼了命的出去。可是外面茫茫的大雪淹到5层，根本看不出昔日的超市在哪里。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是的，怎么能不绝望呢？如果只是单纯的降温，人们还可以拼一下出去找物资或者找地方避难。可是降温、降雪、狂风将人们出去找寻物资和避难场所的想法直接扼杀了。又过了1周，很多人将家里的存粮消耗没了，想活下去就要出去找物资。可是茫茫雪原，根本不知道超市在哪。这时有一户人家，家里孩子是个小学生，灾难降临前刚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回来。因为平时父母工作忙，加上孩子放假就送回了老家，家里存粮真的没有多少，能坚持2周，完全是因为去接孩子的时候，父母往车上装的那些家里种的蔬菜和家里的原来的米面挂面。昨晚吃完家里最后的东西后，一家人陷入沉默。怎么办？大人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爸爸下定决心要出去找物资。母亲记起位于小区西北角的车库出口右侧就是一家生鲜超市，中等，因为是刚装修好的，货铺完还没等试营业呢，就迎来了极寒天气。车库出口出去，右边就是他家的库房门，距离很近，隔着一个过道，如果挖过去的话也会很快。爸爸看他孩子，让妈妈把家里的大行李箱找出来，自己穿戴好就出门了。好在他家住的楼层不是很高，7楼，楼道里更冷，出门没走几步脚趾就没有知觉了。为了家里的孩子，他还是坚持着向下走。下到3层的时候，他能明显感觉气温比上面要暖和一点。看看窗外的雪，他觉得应该是雪把漏风的地方都堵住了，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给自己鼓鼓气，继续向下前进。因为身上穿戴的实在太厚重，男人的行动比较缓慢，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慢慢的下到地库。地库里的温度比楼上温暖很多。男人很诧异，但是首要是去找物资。车库入口处的积雪因为风的原因进到车库一些，形成一个雪坡。男人踩着厚厚的雪缓慢来到出口，找到大致的方向后，用家里拿来的盆开始刨雪。因为没有经过碾压，雪并不硬实，这对男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手下动作不停，连续的刨雪让男人身上开始发热。他解开最外面捆在身上的棉被，继续朝着大致的方向刨雪。大概刨了1个多小时，手里的盆刨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男人非常高兴，这意味着他方向刨对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应该是盆碰到了仓库的门。男子加快动作，很快仓库的卷帘门露了出来。男人从拉着的行李箱里拿出一把斩骨刀，利用杠杆原理把卷帘门门锁别坏。连日的低温使坚硬的金属变得比平时脆很多。男人顺利打开卷帘门，进入超市的仓库，就着手机仅剩电量打开手的电筒。男人快速地把带来的行李箱装满，要走的时候有折返回去，将衣兜里装满巧克力和士力架等高热量的食物。怕自己刨的通道不结实，男人抓紧时间退出超市仓库。回去的路上比来时难走一些，也让男人发现了地下车库真的比自己家里要暖和很多。为了不让自己的手被冻坏，他将行李箱捆在自己背上，这样背着回到家中。等在家的妻儿看着男子满载而归也很高兴，先给2人每人1块士力架来补充能量。男人跟妻儿商量，想带着物资全家搬去地下车库。他将车库里的温度比家中高的事跟妻儿说了，一家人看着家中能烧的家具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继续在家耗着也没意义，倒不如全家转移去地下车库。车库里有很多以前小区装修时扔的旧家具可以取暖，一家人你还可以去自家车里休息，而且车库里超市仓库近，拿取物资方便。一家人商定后，收拾家里还能用的物资做好保暖，全家向地库转移。男子带回物资并全家转移到地库的事，并没有刻意隐瞒邻居，甚至走的时候还告知了自家隔壁，因为隔壁是一对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孩子都不在身边。幸运的是，2位老人还活着，家里还有1袋大米没吃。不幸的是，老人家跟男子家一样，家具烧完了，没有取暖的了。男子跟老2口说了一家人的决定后，询问老人是否跟着一起去地库生存。2个老人觉得在家里也是等死，不如跟着男人一家去地库试试。就这样，2家人互相搀扶着转移到地库。很多人听到动静知道男人他们转移到地库，还找到了物资。许多家里无法继续取暖的，也都带着家里剩余的物资转移到地库生存。生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了互相帮助，相互扶持。
进入地库的人们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这场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天灾。大家尽量的聚在一起取暖，男人们一起根据记忆跑雪出去找物资、砍树。地库里的车因为低温已经无法启动了，大家把居住周围的车推到一边，点起火堆取暖照明。大家一起在火堆跟前做饭，支撑到现在的人们物资基本都剩下粮食了，半成品很少了，大家也不再奢求什么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饮用水就去挖雪化开，做饭也是用雪水。下了2天的特大暴雪给末日的人们保证了充足的水源，前提是大家的火能一直燃烧。我们一大家子在山洞里生活的可以说很安逸，有充足的物资，有几屋子的煤炭，外面还有一天坑的树木，天坑里存的雪。听老爸说，这天坑里应该是有个小溪流的，只是现在外面被雪覆盖，家里的水也暂时够用，就先不去冒险找它了。这2天大人有意的灌输下，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发生的变化有了初步了解，他们知道了外面大降温了，温度很低很低，人没有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是不能出去的。即使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也不能在外面待太久，时间太长人还是会被冻坏甚至冻死的。3个孩子被大人们说的冻掉手指头、脚趾头，甚至冻掉耳朵和鼻子给吓到了，坚决不再提要出去晒太阳、补钙的话了。狗子和喵喵在这2天大家坚持不懈的教育下，学会了用蹲坑上厕所，不再向往外面的天空和自由了。家里人经过2天的磨合，自发的配对出最佳组合。老妈婆婆我们3个负责做饭，老爸公公和老公负责2个灶和锅炉的火，弟弟和妹夫负责每天出去挖雪，妹妹和弟媳妇负责照看3个孩子。2只狗子每天巡视2次山洞里的所有房间，喵喵负责被撸和睡觉。一大家人竟然也过出了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转眼间极寒天气降临1个月了，这1个月的时间里，有很多生命永远的离开了。坚持下来的人还是很多的。灾难初期，大家都躲在自己家里，1个月过去后，有很多家庭选择了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着坚持。大家心底都有一个隐隐的期盼，我们的国家不会放弃我们的，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来解救我们的，就像是从小接受的相信党、相信国家的教育一样。这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得益于每次的大灾大难是我们国家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在地库生存的那群人，依靠着车库出口的那个超市仓库，大家都能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男人没有隐瞒他找到超市仓库的事，大家也没有自私的去偷拿偷取，商量后一致决定将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平均分给地库里的每一家。仓库里的物资很丰富，对于极寒天气下已经坚持了1周多的人们来说，仓库里找到的物资可以说是雪中及时雨。人们自发地对老年人和孩子予以更多的照顾，一方是年轻时付出辛劳换来如今生活的父辈，一方是祖国的未来，大家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这天，大家正聚在火堆前取暖做饭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见外面传来一些声音。这1个多月来，外面除了风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现在这个明显不是风声的声音是什么？2个年轻人往身上多裹了2层棉被，准备出去听听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声音。2人爬到4楼的时候，就能听出声音像是广播声，还有一些螺旋桨带来的风声。2人走到6楼的时候，看见外面悬停的直升机和上面印着的鲜红的5星红旗，真的是热泪盈眶，但是不敢哭。直升机的广播说，请幸存下来的人们群众不要恐慌，不要着急，政府的多个避难所已经修缮完毕，不日就能让幸存的人们去往避难所生活。现在由于积雪太厚，现有的交通工具无法顺利行驶，还请幸存的人别放弃，政府正在想办法，很快就会来接大家前往避难所的。由于积雪太厚，不利于投放物资，请大家再坚持，国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中国人的。2个青年听了以后很是激动，忙向着直升机挥舞手臂，直升机驾驶舱转向2个年轻人，表示看到了。直升机在空中又悬停了一会，广播循环播放了5遍以后，飞向下个地点。地库里，大家听着年轻人带回来的消息，更觉得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山洞这边不知是天坑的位置太偏，还是山太大了，我们并没有听见直升机的广播，也就不知道政府全面启动了各处的防空洞，用来帮助人们度过这次极寒天气。因为极寒天气来得才猝不及防，政府部门虽然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极寒天气的防御预案，但是谁都没想到气温会降到如此恐怖的程度，而且因为暴雪和强风破坏了气象设施，政府启动应急天气监测后发现气温下降的速度根本没办法进行救援。各地政府只能先利用紧急联系方式联系部队和各个储备力量，打开各地的防空洞，将军用交通设备临时征用，先去抢救科研设备和医疗设备，然后分出一部分人手去拉粮食和防寒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定要保证人们来到避难所后能吃得饱穿得暖。因为天气太冷了，地上的积雪又太厚了，陆地上的车都失去了作用，想要转移人就只能走空中。可是能在这种极寒天气下燃烧的飞机燃料数量有限，政府只能想出几种集中转移方案，然后优中选优。最后有人想到可以利用大型集装箱来转移受灾群众，将大型的集装箱清空，然后直升机用绳索连接集装箱，在集装箱装满人后，利用直升机拖着集装箱前进，这样每次可以多连接几个集装箱，这样每次转移的人数就多了。确定好转移方案，定好转移的时间，正要利用广播向幸存群众通知的时候，气象部门送来急件，明后天有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温。这次降温过后，气温将直接下降到零下85度，降温持续时间很长，而且监测到多地上空形成了超级低气压漩涡，超低气压漩涡还在慢慢增强移动中。推测超低气压漩涡完整后，地球上的气温将降到零下100度，甚至更低。过了几亿年的地球将迎来第2次冰川时代。也就是说，转移工作必须立刻马上进行了，紧急安排人手组成转移小组，立即出发向前2天发现幸存者的地点前进。由于已经是夜晚了，没有电的情况下，人们休息得早，也是为了保存体力。直升机到达地点后，先没有广播，而是先放防空警报，这个的声音穿透力强，能起到叫醒的作用，把人叫醒后再广播转移的消息。
就这样熟睡的人们在一声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醒来，醒来后听着防空警报声心就慌了，发生了什么事？马上有年轻的爬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听到广播说转移提前了后马上去通知其他人，大家都做好保暖，尽量精简自己的东西，带上一些粮食和上次通知后就做好的火把，相互搀扶着向外面的集装箱前进。为了方便大家登上集装箱，有的人将自己身上裹着的棉被铺在积雪上，增大受力面，加上连日的低温，将上层的积雪冻得像冰一样结实。人们都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进入集装箱，好让后面的人也能尽快进入集装箱。这一夜，全国各处的雪地上都会出现一个个集装箱和自制火燃烧后拿昏黄的火光，火光都在缓慢而坚定地向集装箱移动。这一夜注定是不眠夜，也注定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夜。在政府把大部分的幸存者转移到防空洞改造的临时避难所后，地球迎来了史上第2次的冰川时代。为什么是大部分幸存者？一是有一部分根本就没听到转移的通知，例如我们家；二是时间太紧张了，有一部分人没来得及转移，超低气压漩涡瞬间席卷全球，那些没来得及转移的人们和那些救援的人们永远的被定格在了那个瞬间。临时避难所里幸存下来的人相拥而泣，为劫后余生，也为那些在这场灾难中永远失去生命的人。时间仓促，避难所里还有很多设施设备没有完善，有了这些幸存者，最起码解决了人工问题。大家在工作人员和子弟兵的分配下安住下来，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报名参加到避难所的后续建设之中。我们一家在山洞中完美的错过了救援的广播和最后的转移，不过因为我们住的山洞跟防空同有异曲同工之效，所以即使超低气压漩涡带来的超急速降温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是太大。这时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下100度了，零下100度是什么概念？要知道我们平时用的冰箱速冻也才零下18度就可以了。零下100度，活生生的人在零100度的气温下可以达到秒冻，简简单单的太冷了，已经无法形容外面了。为了保温，2个出入的洞口都挂上了厚厚的棉门帘，下面用砖压住，居住的屋子也挂上了棉门帘，还是2层。锅炉和俩灶，日夜不断火。老爸还掏出来一个老式的炭火盆，如果后期温度再低就再点一个火盆。只是现在屋里的温度能维持在0上，大家多穿一些，坐在火炕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暂时就没点火盆。2只狗子每天去巡逻的时候，都会穿上老妈和婆婆给专门做的狗狗保暖衣和保暖鞋，待遇直线上升。喵喵现在基本在婆婆怀里不动了，婆婆也乐得抱着它，毕竟带毛的恒温暖手宝，谁不想要呀？山洞里的生活其实是乏味的，每个人每天要做的事情就那么多。在超低气压漩涡来临前，老爸带着老公、弟弟和妹夫穿戴整齐的出去了，砍了2天的树木，4个人的战斗力也很是惊人。他们负责砍断拉到洞门着，我们几个女同志负责把木头拉进洞里。2天的时间，我们又准备出整整7间屋子的木柴，这也为后续我们的生存又增加了更多的温暖保障。当初采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是吃穿，其他方面真的没想。婆婆心思比较细腻，她给3个孩子买了大量的书和练习册，给我买了十字绣和画画工具，还有美术书，还买了象棋和围棋。这些精神食粮保证了我们后期的生存不会憋到发疯。山洞里的生活就在这样平淡中慢慢度过。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外面的气温，但是很久很久，外面的气温都没有上升的趋势。幸存者们把避难所建设得更完善，更适合大家在末世中生存。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外面的天气，可是每次大家都失望了。极度的低温天气持续了很久很久。不知不觉中，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大家已经完全适应了避难所的生活了。在这里虽然没有外面的居住环境好，但是经过了极寒天气中的1个多月的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大家更加团结，更加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2036年了，距离极寒天气的降临已经快4年了。现在是2036年的4月16号，还有14天就是5一劳动节了。如果天气正常的话，都已经开始春耕了。可是现在的我们还只能蜷缩在山洞里，当初买的物资快消耗没了，如果不及时补充的话，最多不用1年，我们家就弹尽粮绝了。这4年来，老爸每天都会去玻璃砖墙内看看。由于后期的急速降温，玻璃砖墙那气温太低，3个孩子基本不怎么过去了，只是白天用来透透光。可是每天外面的景色没有变化，温度没有变化，一切都还是维持着极寒降临时的样子。这天，老爸领着2只狗子照例去玻璃砖墙那查看。老爸惊喜地发现外面的气温好像有所回升，把手套取下，能感觉到透过来的阳光好像有点温暖的样子。老爸赶紧回来，叫上大家一起去看看，就怕是自己的错觉。一大家子人站在玻璃砖墙前，认真感受阳光。过来一会，大家都兴奋起来，真的不是老爸的错觉，阳光照在身上，真的有温暖的感觉了。要知道，在极度极寒天气的时候，阳光都是冷的，现在阳光变得有温度了，是不是说明极度极寒天气要结束了？大家心里都暗暗祈祷着，这个极度极寒天气快快结束吧。在避难所的人们也发现了，不过他们不是通过阳光发现的，他们是通过温度监测发现的。外面的气温正在以很缓慢的速度在回升，大家纷纷奔走相告，这说明大家很快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外面的气温一开始上升的不是很快，每天能上升5至7度，这个速度持续了差不多10天左右。这个时候根据监测，外面的温度已经回升到零下30度左右了。这个温度只要做好保暖，是完全可以出去的。我们在山洞里的感觉更明显，火炕可以把火压一压了，锅炉也可以不用时时都烧得那样旺了。3个孩子又可以去玻璃砖墙前玩耍了，2只狗子穿上爱心棉衣和保暖鞋，已经可以去外面撒欢了。转折点是过了5一劳动节，天气突然就像是从没有过极度极寒天气一样，气温一下就回升到0上了。地面的积雪开始融化，河流又开始了流动，因为积雪实在太厚了，融化后给城市的排水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大部分的城市都发生了内涝、洪水，甚至山洪泥石流。幸好政府早就预估到会出现这一状况，并没有在气温恢复正常后立马让人们离开避难所，所以并没有因为洪水而产生人员伤亡。
我们一家的山洞还算牢固，最大的影响是天坑里原本的小溪变成了一条大河，血水太多，导致溪水上涨，甚至蔓延到了山洞口，吓得老爸我们以为会被淹，提心吊胆了2天，发现水只是漫过来，并没有再继续上升，也就慢慢放下心来。雪水形成的洪水将近1周后退去，露出了大地本来的面目。城市里的高楼经过4年的严寒和前2天的洪水，有很多外墙的墙皮都脱落了，远远看去一片斑驳。阳光照射下来，一切显得那样的荒凉。地面上随处散落着洪水冲出来的生活用品和人类的动物的遗体。政府启动灾后重建的预案，显示排除军队和医护人员清理遗体，统一到临时的火葬场火化处理，防止遗体腐坏带来的瘟疫。遗体清理完毕后，对整个城市进行消毒，消毒后封闭3天。2036年党的生日这一天，避难所的人们正式回归外面的生活。我们一家正式出山洞是在7月6日，老爸估摸着外面应该差不多可以出来了，我们大家才出来山洞。东西先没有急着搬，大家先回老爸果园的房子那看看，发现已经无法住人了，房顶被大雪压塌了，只能还是回山洞去住，然后等山下的人回来后找人重新修缮了。果园里的果树虽然被冻了4年，但是天气回暖后，有很多果树都冒出新芽。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恢复以前的美好生活，一切也都在慢慢变好。在这场灾难中，大家坚韧的精神、坚定的信念，使大家都挺了过来。原来风雪过后也会有彩虹。